中意睇我嘅頻道又或者我嘅影片嘅話咧，記得訂閱同埋撳翻個鐘仔啦。有能力而又想識我嘅話，可以透過 FPS、PayMe、PayPal 經濟上支持一下我嘅。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睇 MF101，我係 Anakin。今集同大家講下 Leica 嘅 M6，又或者大家會叫 M6 Classic。咁今次要講嘅背景資料咧都唔少嘅，希望大家都係嗰句啦，可以體諒一下我拎住嚟讀啦。Leica 嘅 M6 啦，我哋會叫佢做 M6 Classic 啦。如果英文咧就真係直譯翻做 M6 Classic 嘅啫。就由1984年啦一路咧就生產到99年嘅，總共生產咗132,454部嘅。咁一開頭咧其實咧就只有我手上呢一個 Black Chrome 嘅版本嘅啫。咁總共咧又出產咗75,453部嘅。86年開始啦，咁佢就開始做一隻叫做 Silver Chrome 嘅銀色機嘅，總共咧有51,725部嘅。咁另外啦，仲有林林沈沈嘅一啲特別版嘅版本啦。M6 咧其實係特別多特別版嘅，咁嗰度咧就有5,276部啦。咁而喺97年之後咧，Leica 嘅 M6 咧就加入咗0.85倍率嘅 Viewfinder、Rangefinder 嘅。咁而喺咁多個唔同嘅特別版入邊咧，要數到最特別嘅咧，其中一個一定要提下 M6J 呢一個相機嘅變體啊！咁而 Leica 官方咧就話呢一個 M6J 嘅 Rangefinder、Viewfinder 咧就係當時3年之後推出嘅0.85倍率版本嘅 prototype 嚟嘅。咁而一部普通版嘅 Leica M6咧，其實佢係用一個0.72倍率嘅 Rangefinder、Viewfinder 嘅，總共佢有3組6種嘅 frame line。就係28同90mm、35同135mm，仲有50同75mm。觀景上邊咧，其實28mm咧係比較難睇晒4條 frame line 嘅。大家使用嘅時候咧，係唔能夠一次過望晒4邊嘅，你要好似我而家咁樣啦，上下左右咁樣睄下。如果你同我同樣地喺呢一刻戴緊眼鏡嘅話咧，你基本上冇可能睇到4條邊嘅，你睇到1條邊咧已經好叻㗎啦。咁要除咗眼鏡嘅話咧，都可以係咁以望到3條邊嘅，但係4條邊一次望晒咧就有少少吃力啦。咁呢部相機咧係用一個布簾嘅橫走式焦平面快門嘅，快門速度由 B 快門一路去到1/1000，亦都有一個閃光同步嘅 hot shoe， 而後邊亦都有個 PC Sync 嘅閃光同步嘅速度咧。就 set 咗喺1/50秒，佢係有一個測光嘅功能嘅。測光咧係採用一個 TTL 嘅採光啦。咁而大家會睇到啦，機身入邊呢度咧有點白點嘅。咁白點呢一個位咧就係佢用嚟進行測光嘅一個位置啦。基本上如果你用任何鏡頭嘅話咧，成個畫面嘅呢一個白色位置咧都係會用嚟做測光嘅。咁大部分時間咧呢一啲測光嘅讀數咧都係非常之準確嘅，但係有時咧慢快門咧都會有少少偏差，有3、4款鏡頭咧係唔能夠正常咁樣使用 M6 去進行測光嘅。首先咧就有 Carl Zeiss 上次介紹過嘅 Hologon， 但係咧係15mm f8 嘅嗰一個版本進行唔到測光嘅。另外就係有 Leica 自己推出嘅 Super Anglo 嘅21mm f4、f3.4， 仲有 Elmarit 嘅28mm 2.8前期。呢啲鏡頭由於佢哋嘅後組非常貼近測光位置啊，所以唔能夠提供一個好精準嘅測光讀數俾大家。如果你有使用呢啲鏡頭嘅話咧，就要留意一下啦。咁電池方面啊，官方咧係推介大家使用 A76 同埋 S76 兩粒嘅電池嘅。如果大家揾唔到嘅話咧，都可以好似我咁樣。叫做用 LR44頂一頂替先嘅，相對上容易啲揾啦，同埋比較平嘅。咁而呢一個 Rangefinder 嘅設計咧，就可以做到由無限遠去到0.7米嘅對焦距離。所以大部分 M mount 嘅相機同埋鏡頭咧，佢哋都會互相配合設計到鏡頭嘅最近對焦距離係0.7米。而呢一個咧，亦都係 Rangefinder 設計嘅一個物理限制嚟嘅。咁關於呢部機最後嘅規格咧，就係佢
佢重量係560g，都唔算重，亦都唔算輕嘅。經常帶佢去行山，其實都應付到啊，唔會有太大嘅負擔嘅。如果你唔用電池嘅話咧，佢一樣可以運作到嘅。電池咧只係提供俾你呢部機去使用測光嘅啫。咁假如你對自己嘅測光技巧非常有信心嘅話咧，大可以唔用電池直接拍攝，又或者你電池耗盡嘅時候咧，都唔使驚呢部相機喐唔到嘅，因為佢係一部全機械嘅相機。當然都係嗰句啦，除咗測光之外，其他位置咧都係全機械嘅。咁我呢一部 Leica 嘅 M6 Classic 咧，其實就係90年出產嘅。大家可以睇到啦，佢嗰個 engraving 咧係做咗喺機頂嘅呢一個位置嘅，而且咧佢係用一個 Leica 嘅 logo 啦。只不過我將呢個 Leica 嘅 logo 咧轉咗做黑色，令到成部機望落去更加低調、更加和諧，唔會有嗰個紅色嘅 logo 太搶眼，好方便到我平時喺街啊，又或者放假嘅時候進行拍攝。咁關於呢部機咧，大家頭先睇到啦，其實佢係一部黑色嘅機身啦。咁 Leica 嘅黑色咧其實有分嘅，我自己手上邊呢一種咧就叫做 Black Chrome， 佢係一隻啞黑色嚟嘅。咁咁啱我手上咧亦都有朋友借出嘅一部 Leica MP， 係 Leica嘅 Black Paint， 佢係一隻令面嘅黑色。大家可以望到個分別咧係都幾唔同嘅。如果大家係對於相機嘅外觀有要求嘅話咧，不妨可以留意下呢兩隻唔同顏色嘅黑色，邊一隻先係更加適合你。咁呢部相機咧其實係我第一部買入嘅 M mount 嘅相機啦，咁雖然我同大部分使用 M 機嘅使用者有少少唔同啦，我平時進行對焦咧係使用左眼嘅，未能夠完全發揮到使用 rangefinder 相機嘅嗰一個優勢啊，因為大部分用右眼拍攝嘅朋友咧，其實係可以 keep 住兩隻眼打開，用左眼繼續觀察住周圍嘅環境去進行拍攝。如果俾着我嘅話咧，平時拍攝咧用左眼影嘅話咧，其實我右眼咧係會俾相機遮住咗，基本上咧係只能夠使用一隻眼嘅。咁儘管如此啦，我自己感覺上使用咗旁軸對焦嘅相機咧，對我拍攝嘅手法、心態同埋思考上邊咧都有一定嘅影響，彷彿咧好似變咗另外一種風格。另外一個人咁樣，咁呢一種使用感咧，其實係好衝擊我呢一種用咗10幾年單反嘅嗰一種習慣嘅。加上佢嘅鏡頭群咧，真係非常之龐大嘅。M mount 嘅鏡頭咧選擇非常之多，有好多唔同牌子嘅廠商咧，亦都有出到 M mount 又或者 LTM mount， 甚或乎係有好多牌子都可以將佢哋嘅鏡頭轉接去到 M mount。咁一個咁龐大嘅鏡群去 support 呢一個機身嘅 system 咧，其實係好吸引唔同嘅攝影愛好者入坑 M mount 嘅相機嘅，因為你嘅選擇咧真係比較多，唔似得話你用單反你只能夠用某一個接口，你要去改鏡你先可以將另外一個牌子嘅鏡頭接落去。有啲鏡頭咧係唔能夠加呢一個接環而轉接落去不同嘅單反咧，絕大部分 Leica M mount 嘅鏡頭喺同樣嘅光圈同埋焦距之下咧，係比起單反嘅鏡頭咧細緻好多，輕便好多，所以亦都好吸引到一班用家咧係中意呢一啲比較輕巧同埋方便拎出拎入嘅相機系統嘅。而如果大家咧好熟練佢嗰個相機上片嘅過程嘅話咧，好多時候咧你係可以拍攝到至少39張，有時甚至乎可以拍攝到40張相。比起一啲電子機，佢限住你只係拍36、37張嚟得更加划算嘅。關於呢一個 rangefinder、viewfinder 俾我嘅一個感覺咧，就係望住呢一個位去取景嘅時候咧，佢多咗一份臨場感。佢唔似得呢一個單反嘅相機咧，佢係所見即所得。你對焦嘅時候咧 ，out focus 嘅位置咧係模糊一片，俾你可以即場預覽到個效果。旁軸相機咧，你望佢嘅時候咧，只不過係透過一個視窗去望呢一個世界。所以咧喺拍攝完之後，等待你收翻你嘅菲林，又或者等待去睇你嘅數碼檔嘅時候咧，佢係帶俾一種神秘感。大家你唔知道你影出嚟嘅效果係點樣，因為你影嘅時候並不是所見即所得。呢一份咁樣嘅神秘感咧，其實都為使用旁軸相機咧增添咗唔少嘅玩味嘅。咁而呢部相機咧，其實都有幾個使用上邊嘅限制同埋我形容係弱項啦。其中一點咧就係換菲林嘅時候咧，要拆咗呢個底蓋出嚟，然之後咧就將個機背再反出嚟。咁你入菲林嘅
時候咧就可以望住嚟入啦。咁但係啦，呢一點咧好多人係可以做得好好同埋做得好快嘅。但我自問啊，用咗部機都唔短嘅時間，我喺上菲林嘅嗰一個速度同埋準程度咧都仲係差少少嘅。咁而另外嘅限制咧就係由於佢呢一個快門嘅設計啦，佢最快嘅速度咧只能夠做到1/1000啊。咁假如你想用大光圈嘅鏡頭喺日光之下拍攝，配合翻你本身用緊嘅菲林 ISO 嘅話咧，好可能就會有一啲限制去逼你收細光圈。礙於呢一個連動測距嘅設計咧，大部分 M mount 嘅鏡頭咧最近對焦距離只可以做到0.7米，又甚至乎假如佢超過咗0.7米可以做到更近嘅話咧，呢一個 range finder 嘅 viewfinder 咧係俾唔到你睇對焦嘅效果嘅。限制上邊咧就有呢兩樣物理限制。咁而由於 M6 Classic 嘅呢一個出產嘅年份咧都開始有啲久遠㗎啦，所以咧間中咧都會有少少電子嘅接觸不良嘅。就例如我呢部咧，佢去到慢快門嘅時候咧，間中佢嗰個測光咧係因為接觸不良而有一個唔係好 accurate 嘅讀數嘅。咁但係如果你本身就係一個有經驗嘅攝影愛好者又或者攝影師嘅話咧，睇到呢一個測光嘅讀數咧，你係好快就已經知道佢唔啱，我自己進行 adjust 啦。所以咧問題亦都不大嘅，反而係如果想買呢啲相機嚟收藏嘅朋友咧，就可能要留意一下啦。想同大家提一提嘅就係，如果你係啱啱開始用 rangefinder 嘅相機，又或者你想入手，記緊要留意一點就係，如果你用大光圈嘅鏡頭，切勿將你嘅相機鏡頭向住太陽閒置喺度放住，有機會你會因為大太陽嘅關係咧而燒穿你嘅快門簾嘅。如果燒穿咗嘅話咧，就要揾 parts 嚟維修㗎啦。同大家分享一啲咧關於呢部機常用到嘅配件嘅。首先咧就係我自己咧選購咗一個14405嘅 hand grip 啦。咁由於 M6 本身咧係冇乜 grip 位嘅，咁所以假設你用一支大少少或者重少少、聚手少少嘅鏡頭嘅話咧，拎落去咧係比較冇安全感嘅。咁加咗個 hand grip 之後咧係好少少嘅。當然最好咧就係大家用埋呢一個相機帶啦。咁如果你係有閒錢而又唔係好中意呢一個 hand grip 嘅話咧，你可以選購另一款 Leica Viet 嘅快速過片器14450。自問未有呢一個空閒嘅資金去投資落呢一件小配件上邊，咁所以咧呢個 hand grip 暫時對我嚟講咧都係非常之夠用嘅。咁另外咧就係呢一個上次有介紹過嘅12011。咁假設你係會用一啲 wide angle 嘅鏡頭啦，又或者你本身買咗 Leica 嘅嗰支 Tri-Alma 嘅話咧，咁呢一個外置嘅觀景器咧係可以做到一個觀景器5個唔同嘅 frame line 俾大家去使用嘅。佢亦都有一個 parallax correction， 即係一個視差嘅修正，可以喺上邊調校嘅。咁如果你話呢兩樣或者頭先嘅 Leica Viet 都唔啱你嘅話咧，其實仲有一樣幾得意嘅配件，我係想推介俾大家嘅。佢就係 Leica 所出嘅 Lens Carrier M14404啦。佢係一個 lens mount， 可以將嗰個唔同嘅 M mount 鏡頭咧 mount 喺相機下邊呢一個位置嘅。咁其實成件事望落去咧，好似好滑稽咁樣，但係我相信會使用呢一個配件嘅朋友咧，佢喺換鏡上邊咧一定係非常之純熟嘅，可以俾大家一手就已經掌握咗一機兩鏡呢一個組合。我自己咧就冇購入呢一個 option 嘅，但係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咧，不妨去望下呢一個咁得意嘅配件啦。咁今次呢條影片咧就暫時嚟到呢一度。如果有興趣想同我討論下嘅朋友咧，記得喺下邊留言。臨走之前唔記得 like、comment、subscribe 同埋 share 啦。我係 Anakin，你睇緊嘅 MF101，我哋下條影片再見啦，拜拜。